如果你的影片触及到了 YouTube 规定的一些雷区，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你这部影片被取消获利，频道被限流，严重的只会导致你频道被关闭。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让这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告诉你哪些类型的 YouTube 影片你不能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能够找到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 YouTube 有个税准则，里面会告诉你有哪些行为是 YouTube 禁止的。如果你影片有违反了这些准则，那么你的频道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例如说你的影片会被取消获利，或者是频道被关闭。这期没有告诉大家最容易并且最经常触犯的一些规定，希望大家能够在制作内容的时候都能够避免。首先第一点就是违规使用他人的内容。很多人想要做频道，但是由于自己没有思路，也不想花时间去原创内容，所以就抱有侥幸的心理去使用他人的内容，这就会让 YouTube 认为你在使用他人版权内容。唯到有一些人原封不动的把我的内容上传到他的频道里面，这样的行为 YouTube 很快就查出来了，并且告诉我有人在盗用我的内容，所以这个做法肯定是不行的。每查到一次，你的频道就会收到一个版权主张。当你在90天内收到了3次版权主张，那么你的频道就会被关闭。也有人说，要不我修改一下，在修改了之后再上传到我频道里面。如果你使用了他人内容或者图片未经过原创者允许，那么你这种行为还是未经允许使用他人版权内容。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些无版权的图片、影片，还有一些无版权的背景音乐加入到影片里面，可以去查看一下我这部影片。当然我们是可以借鉴其他人的影片，从中得到一些灵感。例如一个话题在你同领域其他频道里面，他们的影片表现很好，那么你就能够知道观众喜欢这个话题，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所以你也能够借鉴，从中得到启发。你也可以制作这个话题的影片，但是你们内容都会不一样。因为你可以从你的角度，从你自身出发，给出你自己的观点，这并不会成为违规使用他人内容或者是复制其他人内容的行为。第二点就是过多粗俗言语的内容。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如果你影片是给18岁以下的观众观看的，那么你的影片尽量不要出现粗俗言语的内容。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注意，不管是在你的影片里面，还是标题、描述栏、标签等等地方，这些都会严重影响你影片。如果严重的话，甚至会要求你移除这个内容。更重要的就是，不管你影片的观众是给18岁以下的观众看的，还是给18岁以上的观众看的，如果你影片里面有过多粗俗言语，就会导致你这部影片的推荐量会下降，导致这部影片的 CPM 也会下降。我们在上传影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页面，让你选择你的影片里面是否包含一些 YouTube 禁止的行为，里面就有问你的影片里面是否有包含粗俗的言语。如果你勾选是，这个时候 YouTube 对你的这部影片就进行了流量限制，还有广告盈利限制。因为 YouTube 的目标就是打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如果你影片里面包含了过多粗俗的言语，就会影响到观众的观体验。有可能你会说，如果不勾选 YouTube 就不知道了，我的影片就不会受到影响。你是骗不到 YouTube 的， YouTube 自己的系统也能够侦测到你的影片里面到底说了什么，是否有包含粗俗的言语。如果之后被 YouTube 查出来，那么你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第三点就是你分享内容包含了未经证实的信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 YouTube 上面发布影片，分享我们内容，但是我们需要记住，我们需要对我们分享的观点、分享内容负责。你可能只会觉得我只在分享一些信息，分享一些内容，但是会有很多人相信你的信息，会按照你的方法进行操作。如果你分享信息不准确，或者是未经证实的信息，就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例如精神的损失，或者是法律的后果。就像是 YouTube 对一些医疗咨询的信息非常的重视，特别是对疫情的一些信息，他们出台了专门的关于疫情不实医疗资讯的处理政策。如果有人发布了不实医疗资讯，或者是未经证实的信息，导致了很多人的恐慌还有误导，这样的内容就会收到警告。如果在90天以内收到3次警告，这频道就会被关闭。第四点就是要特别注意儿童内容。你可以制作儿童内容，但是你内容一定要遵循儿童内容准则。你发布的儿童内容一定不能触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敏感内容，不能够对儿童观众造成不良的影响。在你上传 YouTube 影片的时候， YouTube 会让你选择你的影片是否是为儿童打造的，是否是给儿童看的。当你确认这部影片是给儿童看的，那么它就采取一些限制，例如关闭你的评论区，然后你广告收入也会下降。因为儿童内容是不能够按观众的兴趣来定制广告的，所以就会导致有很多广告商不愿意让自己的广告出现在儿童内容里面，这会导致儿童内容的 CPM 就会下降。同样的，大家也不要有侥幸心理， YouTube 有明确说到，标榜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但其实是含有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一律禁止在 YouTube 中发布。除了影片的标题、说明栏还有标签之外，所选目标观众也应该与内容的适用对象相符。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想要骗过 YouTube。
这样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为 YouTube 非常重视儿童观众的身心健康。第5点就是使用电脑合成的话外音。是的 ，YouTube 不喜欢你使用电脑制作的声音去给你影片配音，他想要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然的人声。所以，如果你不想露脸，也不想使用自己的声音，想要使用电脑合成的声音，那么这样的内容是不适合发布在 YouTube 平台上面的。有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方便，只需要输入自己的文本，电脑就会自动生成合成的声音。但是很遗憾 ，YouTube 不喜欢你这样的内容。当然，我们也有解决方法，你可以配上字幕，还有背景音乐，你不需要使用任何的人声，或者你可以花钱请人，让他们帮你的影片配音，这样也是可以的。总之，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不想在影片里面露脸，还是要尽量使用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样的影片既能够符合 YouTube 的标准，也能够和观众建立起联系。第2点就是你的影片里面不能够含有暴力危险的内容。如果你的内容里面有涵盖一些暴力危险、有害行为内容，那么是违反 YouTube 社区准则的。有一些博主会做一些挑战或者是恶整的内容，但是这些挑战、恶整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观众想要模仿，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如果你是恶整挑战类的频道，你可以做出一些精彩的挑战、精彩的恶整，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挑战、恶整是否有包含一些有害的行为，是否会刺激观众去模仿，从而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有可能会说，如果使用一些素材，但是这些素材包含一些不适合内容，这样可以吗？这样是不可以的。如果你使用了一些影像，里面包含了一些不适合内容，不管是否是你自己拍摄 ，YouTube 还是会侦测到，也会判定这部影片违反了 YouTube 设计准则，对你的影片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YouTube 对创作者制作内容有很多的要求，也有很多的规范去管理 YouTube 创作者的整个生态圈。我认为这样是很好的，不仅能够让观众有一个良好的观体验，同时也能够让这个平台长期稳定的发展，我们创作者也能够从中长期受益。如果想了解更多 YouTube 频道经营的方法，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频道。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